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iPhone 16系列全新的家族成员 iPhone 16E， 我们一起来开箱一下。这次呢，我们拿到了一个黑色版本，一个白色版本。我们先看黑色版本吧。1、2、3，噔噔，哦。这个就是黑色版本，磨砂材质，哇，好凉啊！然后我在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展示一下，配件是一个编织的双 USB-C 数据线，然后加一个 SIM 卡针，怎么样？这个黑色版本是你喜欢的样子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个人更喜欢的白色版本。哎，这个白色好漂亮啊！它的这个铝合金边框非常的亮。它的这个背面的质感啊，是这种细腻磨砂。我现在把黑色和白色同时拿在手中，侧面边框长这个样子。再给大家在光线下看一下这两款机器。iPhone 16E 的白色呢，和16那个白色比较像。黑色版本相比于15 Pro， 黑色对比度要更高，黑的更加纯粹。iPhone 16E 后盖设计全系最简洁、最协调啊，当然功能也最少。虽然说它是家族小老弟，但是走在马路上非常漂亮。16E 它的边框呢，没有16的那种过度倒角，所以手感上会更加方正，也更加硌手。颜色我优先推荐白色，3个原因啊，一个是黑色呢更容易显指纹，第二个呢就是白色磨砂是 iPhone 15之后的那种新工艺，就像海滩细沙一样，特别好看。第三就是正面看的时候，白色边框在视觉上显得黑边更窄。在正式进入评测之前，我先说明，这不是 iPhone SE 4，你可以理解为它的目标人群还是那个群体，但是产品思路有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这期视频基本没有涉及到和 iPhone SE 的对比。评测呢，我会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我来聊一聊相比 iPhone 16、iPhone 16E 有哪些不同，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 iPhone 16E 它的卖点和受众群体是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和 iPhone 16的不同，第一个差别，屏幕。首先，灵动岛降级到了刘海屏。灵动岛应该是过去几年时间里我最喜欢的手机创新之一啊！它把状态过程这个概念具象化到了手机屏幕上，你甚至可以通过点击灵动岛去掌控时间进程。而 iPhone 16E 它是没有灵动岛的，只有部分 App 有一个小小的刘海胶囊。第二个屏幕差异，亮度。两款手机在室内环境光下的亮度呢，其实完全相同，但是户外强光下 ，iPhone 16的全屏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而16E 则是800尼特。在户外阅读观感上，16要明显的更加通透明亮。第三个屏幕差异 ，iPhone 16正面采用的是第2代超磁性面板，而 iPhone 16E 呢，则是第1代的超磁性面板。其实第1代也很强，但是第2代在硬度上又提升了50%，也就是说更耐刮了。如果你平时不喜欢贴膜，喜欢裸奔，那么 iPhone 16无疑会更好。以上呢就是屏幕上的3个差距，小小刀法就让很多用户第一次意识到，哦，原来 iPhone 16的屏幕有这么多技术点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第2个差别，影像。影像的第一个不同就是 iPhone 16E 它没有超广角镜头。我跟大家说啊 ，iPhone 这颗超广角镜头最大的价值就是拍摄视频 Vlog。就如果你单纯用来拍景色，那个13毫米等效焦距，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其实还挺有难度的。但是如果你用来拍摄视频，经过防抖算法裁切之后，那个画面简直是完美的 Vlog 取景器。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iPhone 16的超广角和 iPhone 16E 的主镜头，它们2个镜头拍摄视频一个画幅的大小啊。超广角镜头的视频录制视野极佳，防抖出众，再加上 iPhone 一如既往强悍的视频动态范围和色彩表现，这颗超广角镜头绝对是拍摄 Vlog， 特别是像探店这种室内 Vlog 的神级设备。大家看到的，我之前去参加什么苹果开店或者旅行的 Vlog， 大量镜头都是使用这颗超广角镜头来拍摄的，轻松简单，画质出众，值得信赖。值得信赖这一点对于内容创作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画面真的就是你错过就不在。所以如果大家有那么一丁点儿想拍摄 Vlog， 那么这颗超广角镜头就是你左右选择的要素。在这个场景中，16要远超 iPhone 16E。第2个影像差别，因为没有这颗超广角镜头，所以 iPhone 16E 它也没有超广角所带来的微距拍摄能力。iPhone 这颗超广角拍摄微距，画质很出色。这次 iPhone 16E 的那个官方宣传片，很多镜头就是采用 iPhone 的超广角镜头来进行拍摄的，那种画面的拉伸感非常有趣。大家现在看到这几段视频呢，是我自己使用 iPhone 16的超广角镜头所拍摄的。
iPhone 的超广角微距有2个问题吧，一个就是它的微距拍摄没有防抖，我们必须上三脚架。第二个弱点呢，就是必须距离拍摄非常近，比如说这样的距离拍摄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画面。你拍手机还好，你要是拍摄对象是一个大青蛙，距离这么近，来一下舔你那么一下子，对不对？这个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环节呢，相对于 iPhone 16E 优势倒不是特别大。第3个影像差别，因为16E 它没有超广角镜头，所以说没有办法像 iPhone 16一样进行双镜头测距，比如说人像模式。16E 呢是能够拍摄出具有背景虚化的人像的，但是仅限于人像。如果你拍摄的比如说是个物体，是个玩具熊，就没有办法识别了。另外呢，16E 也没有电影模式，没有办法实现具有景深虚化的那种识别，没有办法拍出像电影大片一样的这种柔和的焦外以及平滑的变焦能力。第4个影像差别，空间视频，同样是因为没有超广角镜头，所以说没有办法实现左右2颗镜头去拍摄空间视频，然后通过 Vision Pro 来进行回看。不过呢，考虑到目前 Vision Pro 3万块钱一套的售价，我觉得这个对于 iPhone 16和 iPhone 16E 的目标用户群体来说呢，影响可能会比较小。第5个影像差别，新一代的摄影风格，我必须要说，iPhone 16的新一代摄影风格真的是非常好用。它不仅把色彩风格化、数据化，最强的一点就在于你可以在拍照前去修改参数，也可以在拍照后去修改参数，相当于这是一个可以在拍照前后自由调整参数的超级滤镜。而在 iPhone 16E 上的呢，则是上一代的摄影风格。这个摄影风格我也用了很久，其实它也很好用，但是呢，比不上最新的这个摄影风格。我多说一句啊，16E 的摄影风格，我推荐大家选择高饱和模式。这个名字起的其实很劝退，但是拍出来的色彩非常漂亮。第6个影像差别，相机控制按钮。iPhone 16的右侧有一枚专门可以快捷启动相机的按钮，但是呢，就像去年9月，我的 iPhone 16 Pro 视频评测里说的一样，这颗实体按键融入的轻触以及按压多重操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呢，又复杂又容易误触，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设置里把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全都关掉，只保留一个快捷开启相机。快速开启相机这个功能，我用了半年时间吧，非常好用，特别是配合零延迟抓拍，拍娃呀，或者说拍宠物猫猫狗狗啊，那些瞬间都非常棒。而且考虑到国行版 Apple 智能4月份很可能会到来，长按这枚按键可以直接呼出 Apple AI， 所以说这颗按键我们长期来看收益会更高。以上就是 iPhone 16和 iPhone 16E 在影像上的差别，仅仅是砍掉了一颗超广角镜头，轻描淡写的一刀，结果带来了4、5个功能差异。第3个差别，芯片。iPhone 16E 搭载的是和 iPhone 16同款的 A18，8GB 内存 ，CPU 性能呢几乎相同，要超越 iPhone 15 Pro 了。GPU 呢要比16少了一颗核心，弱于 iPhone 15 Pro， 领先于 iPhone 14 Pro。那么问题来了，少一颗 GPU 核心影响有多大呢？我实际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原神极限画质60帧跑图，帧率59.3帧，这个表现不错啊，但是发热要比 iPhone 16高了1.2度。日常呢，你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大型游戏，16要比16E更加持久也更加稳定。芯片环节这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就是调制解调器。iPhone 16E 呢采用了全新的苹果自研 C1 芯片，日常手机的信号啊、GPS 啊以及卫星通信啊，都依靠这枚 C1 芯片来进行实现。那么这枚芯片表现如何呢？首先，我们来到大家喜闻乐见的测速环节。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使用 iPhone 16搭配中国电信的5G 数据卡。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开启测速，3、2、1，走起！200、400、700、800、900、1000，突破1000了，能看到吗？这个是 iPhone 16它的一个网络数据情况啊。然后我在同样一个位置使用同样一张中国电信卡，我们再使用 iPhone 16E 来进行一次测速啊。3、2、1，走起！600，我一下就刷到600，但是在600卡住了，然后往回退了退。640，哦，大家看到了吗 ？C1 目前它的5G 最高下载速度大概在640左右。经过实测，C1 的表现是要弱于 iPhone 16上搭载的高通芯片的。当然了，这个位置也要结合大家自己的手机套餐。如果你是1000兆网速套餐，那么 iPhone 16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如果你本身就是300兆或者500兆的网速套餐呢，那么 16E 和16使用的体验差别不会特别大。大家日常对于超高速网速的使用场景，我想了一下，应该主要是高速下载，对不对？另外，普通用户日常可能遇到的场景，观看
看 4K 视频，快速拖动进度条，它那个缓冲速度这个环节我给大家测试了，16和16E几乎没有差别。第二个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呢，就是信号强度。我特别在地下停车场和进出电梯这2个场景做的测试啊。地下停车场的测试当中呢，16E的信号强度会略弱于16，信号格数是保持一致的。电梯场景测试中，无论是在电梯内还是从电梯出来之后的信号快速找回，16E也是要弱于16的速度的。这个部分我都是采用了联通的数据卡，并且2轮测试切换了手机的位置以及调换了2张数据卡，尽可能的保持公平。几轮测试下来啊，目前 iPhone 16E 上搭载的 C1 芯片在性能上还是要落后于 iPhone 16上的高通芯片的。我之前看到有爆料说，今年的 iPhone 17 Pro 依然会搭载高通的调制解调器，应该也是从侧面上反映了 C1 暂时还是要弱于高通的。C1 呢，目前有2个优势，一个就是它的低功耗，可以更好的控制发热和耗电。官方的数据呢，功耗降低了25%，这一点在超薄机型上发热的影响会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和苹果其他硬件的整合，比如说和 A18 芯片的整合。C1 可以在网络拥堵的时候，把网络资源优先调控给前台任务，去保持前台的网络顺畅，这在之前采用高通调制解调器的手机上是实现不了的。最后一个差异呢，是 MagSafe， 就是 iPhone 16E 它的后盖是没有 iPhone 16那一圈强力磁铁的。有人说这不就是一个磁吸吗？磁吸能有多好用？但是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啊，真的是太好用了。除了可以直接磁吸充电之外，它还可以日常佩戴磁吸卡夹，可以日常连接泡泡骚那种支架，可以日常连接在云台稳定器上，可以直接吸附在车载支架上，可以直接佩戴无线电池背夹。MagSafe 最有趣的点就在于千变万化，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这个 MagSafe 是苹果的专利，所以说目前安卓手机还不能通过在手机中加入磁铁去融入 MagSafe 生态。小小的一刀，让很多用户才知道原来16的这个磁吸能做这么多事儿啊！不过呢，这一点对于用户的影响，我觉得倒不是很大，因为目前第三方手机壳很多都有这个功能了，对不对？你买一个30-40块钱就有磁吸的手机壳，比如说我把 Pro 的第三方磁吸手机壳先套在16E 上使用了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功能都可以无缝衔接。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相比于16E， iPhone 16是一款更全面、更稳定、更好用的产品。iPhone 16E 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动摇 iPhone 16牢不可破的地位。那么说完2款机型的对比，我来聊一聊 16E 它的价值所在，它又适合谁？首先 iPhone 16E 的第一个也是它最核心的优势 A18 芯片，这是目前智能手机顶级芯片之一啊，它的 CPU 性能是要超过 iPhone 15 Pro 的，在普通用户日常操作的绝大部分场景中都是靠 CPU 来进行工作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在流畅度上来说，这就是最流畅的 iPhone 之一。配备了8GB 内存之后， iPhone 16E 直接支持了可能会在4月到来的国行版Apple 智能 AI 时代的大幕开启，这就是售价最低、门槛最低的 Apple 智能手机。16E 的第二个优势，出众的影像能力。在上边我们提到的16E 和 iPhone 16在影像环节上，绝大多数差距其实都来自于超广角镜头的缺失。但是如果我们单论这颗后置镜头和它的前置镜头表现，那么16E 是很能打的。反过来说，16E 在视频录制上的能力其实要超越了市面上绝大多数3000元档的机型的。比如学生党就想买一台3000多的手机拍一些日常的 vlog， 那么16E 它的前后 4K 60帧杜比世界的视频录制能力绝对能让人满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段视频啊，这是我在大逆光环境下自拍的表现，前置镜头啊，这一段是在室内逆光下前置镜头自拍的表现，非常非常棒。这一段是我单手手持没有任何防抖设备所拍摄的视频，这一段是我边走边拍的视频画面，也是手持没有任何防抖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稳。这个稳定程度我自己回看的吓了一跳啊。16E 它前后虽然说加起来就2颗镜头，但这2颗镜头绝不是凑数的镜头。16E 的第3个优势就是它的前置 Face ID。Face ID 依然是我认为目前最无感、最好用的手机解锁方式。前几年呢，因为大家戴口罩，曾经有段时间变得不好用，但是现在解决了戴口罩的精准解锁问题，能够把高等级安全的解锁做到接近于无感啊，在这个价位段上目前是非常强的。iPhone 16E 的第4个优势，续航。之前3代 iPhone SE 被广泛吐槽的点就在于续航，那这一次 16E 是把屏幕从4.7英寸升级到了现在的6.1英寸，大机身更大的空间给这台机器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电池，同时播放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8小时，16耗电76%， 16E 耗电64%，同时 5G 待机8小时，16耗电3%， 16E 耗电1%，同时录制 4K 60帧视频15分钟，16耗电
电5%，16E耗电3%。同时，原神极限画质30分钟，16耗电16%，16E耗电10%。在我测试的所有环节中，16E都要比16高出1节续航啊！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轻中度用户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16E 的第5个优势，苹果生态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iOS 18我用了这个半年时间吧，其实感觉 bug 挺多的，但是 iOS 依然是目前隐私保护最好、病毒木马最少的系统。另外，如果你在拥有一台 iPhone 的前提下，恰好还拥有一台 AirPods， 或者拥有一台 Mac， 或者有一台 iPad， 或者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在使用苹果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2的生态体验。iPhone 16E 的第6个优势，售价啊，现在是劣势啊，4499，这个价格没有竞争力啊，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加上国补，买一台 iPhone 16才4699，就相当于只需要多花了200块钱，就获得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么多功能。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目前苹果在售 iPhone 的价格 ，iPhone 16官网5999，京东便宜800，5173，国补之后是4699；iPhone 15官网5399，京东便宜800，4576，国补之后是4099。iPhone 16E 还没开卖呢啊，目前这国补已经上来了，叠加就是3999。我们几乎可以100%的确定，最快618，最晚双11 ，iPhone 16E 它的价格一定会来到3699，比官网便宜800。如果那个时候还有国补的话，那么价格我说个数，3399。所以呢，大家只要不那么着急啊，说我必须要首发买到一台iPhone 16E，稍微耐心等待，一定能等来3699。能不能等到3399，那就看国补它持续多久了。以上这6个环节就是 iPhone 16E 它的优势所在。在我看来，3000元档位这款手机要比此前的 SE 有一个定位越级式的提升，这也是苹果把这款机器直接纳入16系列的一个核心原因。视频的结尾，我来说一下谁适合 iPhone 16E 这款手机。我觉得2个人群吧，第一个就是轻中度用户，很多人对手机要求没有那么高，对数码产品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就之前的手机买回来那个超广角镜头可能一次都没有打开过，他就是需要一台稳定的手机处理一台日常的需求啊，能参与即将到来的 AI 时代浪潮那就更好了。这个群体里呢，包括普通的上班族，包括父母这样的长辈用户，能够买一台系统稳定、续航够长，同时又不会自己乱下 app、不乱扣钱、不瞎折腾的手机，对他们来说这很重要。第二个群体就是预算就是3000多的用户群体，比如说学生党，喜欢研究手机，喜欢研究各种软件，很多软件都是 iOS 平台独占的，或者有自己的 iPad， 希望可以生态联动，再或者想在自己的小手机上开启 vlog 生涯，每天想拍拍录录，爸妈给的预算呢又不是特别高，这样的群体就很适合16E。总结，我认为 iPhone 16E 的目标用户群体其实就是 iPhone SE 的那个目标用户，但是经过全新的定位，相比于 SE， 现在的16E 屏幕更大，续航更长，影像更强，最重要的是支持 Apple 智能，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钥匙，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我在 iPhone 16E 发布那天看到这个机器的外观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困惑，就是这难道不是和 iPhone 16内部左右互搏了吗？就比 iPhone 16少了一颗超广角，然后便宜了1500块，那这样的话谁还会去买16呢？但是这几天做完评测，我发现 iPhone 16E 的发布会让之前想买16的用户更加坚定购买 iPhone 16的决心，而已经入手 iPhone 16的用户呢，又完全不会觉得背刺。而之前觉得16的价格偏高，很多功能自己买回来也用不上的那部分用户一直纠结犹豫的群体，现在则会明显的向 iPhone 16E 倾斜。对于这部分用户，16E 对于他们来说体验和16可能几乎没有差别。在不破坏现有产品等级和目标群体的前提下，从一个特定的市场空隙中精准的划开一个缺口，寒光闪过，定睛细瞧，赫然写着3个字：出得到。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朱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